先把饭吃了，我去洗个澡。这是哪儿？楚总，你是谁？宋云飞看着失忆的楚静涵，害怕被楚家告到坐牢，便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假冒成失忆大佬的女朋友。我是你女朋友宋云飞。宋云飞害怕再生变故，连夜带着楚静涵来到偏远的青城。我们青梅竹马，在福利院长大，我供你出国留学，等了你5年，结果你倒好，回来就招惹了仇人，还被人打失忆了。所以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只能先在这座小县城生活一段时间，知道吗？宋云飞陪着楚静涵去找了个小公司，当了个小职员，每个月拿着3500的工资，但是3500根本不够两人的每月花销。楚静涵没办法，又去找了个晚上送外卖的工作。好不容易生活稳定了些，宋云飞又想要个孩子，好牢牢套住楚静涵。你要不和我睡，我就不吃饭，活活饿死。好，睡。所以，我这是穿越到楚静涵同意上床的时候，那也就是离我惨死结局不到1年的时候了。不行，原主做的孽，我才不背这黑锅，我必须赶紧跑路才行。完了，我要是拒绝，那之前的人设岂不是就崩了？楚静涵会不会更加怀疑我的企图？不拒绝的话，那今天逼他睡觉还是逃不过惨死的结局。吃完了就早点睡，明天我还要早起上班。我也去洗个澡。他好像在看股票。困死了，我先睡了。你真来啊？不是你要求的吗？再不满足你，我怕你明天上吊。你没事吧？你这又是闹哪处？我只是一个人睡得有点害怕，让你陪我睡觉，没让你睡我。你现在一穷二白，房子车子什么都没有，要是不小心怀孕了，拿什么养啊？让他跟我们一起挤在这个破出租屋里吗？那是我会错意了，抱歉。他心里估计也松了口气吧，这样以后都不用再找别的借口。知道就好，赶紧睡觉。你明天不是还要上班吗？宋云飞刚睡着，便梦到自己跟楚静涵坦白一切，然后楚静涵成功回到了海市，反手把他送去了监狱。这个梦吓得他从床上惊坐而起，身上都是汗味，先把床单被套洗一下再说吧。这应该是昨晚楚静涵准备的，看来他心里果然厌恶我，不然也不会把这东西藏起来了。按照楚静涵对我的厌恶程度，哪怕我坦白自己不是原主，也无济于事。跑路，必须要赶紧跑路。楚静涵，你女朋友今天没有查岗吗？可能还没醒。原主宋云飞每天在他上班的时候，几乎隔半小时就会查岗，发消息、打电话、打视频，私底下别人都喊他查岗哥。你女朋友也太幸福了，不像我之前跟渣男谈的时候，跟你完全是反过来的。他不上班，是我养着他，下班回去还要给他做饭，结果这狗东西还出轨。老天真是不公平，为什么好女人总是遇不到好男人，而好男人总是遇不到好女人？对了，今天我过生日，晚上我请大家吃饭，你一块来。晚上我要送外卖，没空。你回来啦！外面好热啊！
看着我干嘛？等会儿我要出去送外卖，做饭来不及了，还是点外卖吧。这本来是买来我晚点做的，刚好你送完外卖回来就能吃。不过你今天都回来了，就休息一天吧，我去做饭。唉，看来这半年原主是真把他心里那点愧疚都快作没了。我去做饭了，快吃吧，感觉你吃完再去送外卖也来得及呢。对了，下午我去找了个工作，明天我也去上班了。怎么突然想上班了？在家待着太无聊了，每天吃了睡，睡了吃，你看我都胖了。不胖，上次说你胖就翻脸。我做的菜味道怎么样？很好。这么冷淡，难怪原主会对他控制欲越来越强。楚静涵的工资加上送外卖，每个月差不多能赚5000块。除去房租、水电和生活费，这钱根本就不够用。看来以后不能再点外卖了，自己做饭最划算。大熊熊，宋云翠，乖，别乱动。你今天起这么早？我昨天都跟你说了，今天我要去上班。你找的什么工作？卖房子，在白石路广场。你是不是也要路过那儿？那太好了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换个衣服，我们一起去上班。今天的他给人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。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？我脸上有东西吗？走吧。今天太阳很大，才一会儿我便热得拿手不停扇着风。你要不还是别上班了？为什么？反正你也上不了2天，何必遭这份罪？你少看不起人了！谁说我上不了2天？你看着我能上多久？再说了，去上班还有空调吹呢，怎么也比在家热死强。到了。哦。我刚办理完入职手续，经理便带着我过去开会。我和其他同事站成一排，有些紧张的认真听着经理说话，生怕错过重要信息。这个月我们的目标是300万，你们能不能做到？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众人的声音在耳边炸开，震得窗户都在嗡嗡作响。告诉我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300万！喊出我们的口号：时不我待，努力举击，一鼓作气，挑战佳绩，不吃饭，不睡觉，打起精神，赚钞票。怎么感觉进了传销，人都要裂开了？没想到来卖个房子还要举行这种邪教仪式，不会每天早上都要来一出吧？好了，今天就说这么多，散会。喊完口号，张涛这才想起什么，目光看向我，拍了拍手。好了，说个事儿，这位是宋云飞，今天刚来的新人，大家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宋云飞，初来乍到，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，希望今后大家多多指教。好了，大家都回去工作吧。小宋，你来我办公室一趟。小宋啊，我叫你进来没别的意思，就是随便聊聊。你形象好，气质佳，说话也得体，一看就是干销售的料子。莫名的夸奖反而让我心生警惕，我只是微微笑了下，没有接话。咱们这行啊，能力重要，但有些天生的优势，该用也得用上。我立刻听出了他话里的暗示，瞬间对这售楼部没什么好感了。我说这些呢，也是只是想勉励你一番。年轻人嘛，就得有志向，有梦想，有拼劲儿才行。你刚来，不熟悉业务不要紧，慢慢来，只要坚持，将来什么都会有的。是，谢谢经理的鼓励。现在话说的好听，但我知道，就3个月的保底工资，3个月后还没开单就得滚蛋了。又聊了会儿，张涛才让我出去工作，前2天先熟悉资料，接下来1个星期就开始打电话出去发传单。总之不管我干什么，3个月内能开单就留下，不能开单就收拾包袱滚蛋。只要开了单，就能多拿半年的保底工资，每月1500。接下来半年的时间，我甚至可以去干别的活。你女朋友今天又没查岗，你俩不会是分手了吧？楚静涵闻言，敲击键盘的手指微微一顿，很快又恢复正常。这么关注别人的事，你很闲？
我说真的呢，这都2天了。按照他以前那个查岗频率，前台的电话都被他打好几遍了。原主宋云飞之前联系不上楚静涵时，就会把电话打到前台去，问前台楚静涵的动向，或者让前台把电话转给楚静涵。你的心思要是能有一半放在正事上，昨天你的客户也不会把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了。我是没注意嘛，多大点事儿啊！我是真的好奇，你俩到底是吵架了，还是真分了？说说嘛。看来你的工作量还是太轻了，需不需要我帮你向何总申请加大工作量？不说拉倒。他为什么突然转变这么大？这期间，我也没像以往那般电话轰炸，质问他为什么不回消息。我看到楚静涵回复的消息，神色一喜，又急忙给他发了条语音：等会儿你来找我会合，对面商场抽奖，1等奖送空调。去不去倒是给个话呀。我到了。我欣喜地站了起来，拿上包就跑了出去。远远的，我就看到商场外的广场边缘的男人。咱们快走吧，晚了说不定大奖就被别人抽走了。等会儿你拿着这袋米去结账，我拿着这些去结账，记得拿小票。结账后拿到小票，我迫不及待地往抽奖的地方挤。楚静涵先去放东西，之后才来到我的身边，排了好一会儿的队，终于轮到了我们俩。虽然只有1包纸巾，总比谢谢惠顾强。这次你来抽。居然是2等奖，你太棒了！我激动地抱着楚静涵胳膊，激动不已。虽然没有抽到空调，但是抽到了冰箱。现在天气热，饭菜放不到1天就馊了，冰箱也是我们所迫切的东西。楚静涵看着我兴高采烈的模样，眸光微动。你们运气真好，2等奖只有5名，都被你们抽到了。是他运气好，早知道2次都给他抽了。这怎么拉回去啊？前面放不下，放后面我又没地方坐了。你来骑车，我去坐公交。我心中一动，抬脚站上电动车前面，灿然一笑。不用那么麻烦，我蹲在前面不就好了？快上来啊！楚静涵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，才长腿一抬，坐上了电瓶车，油门启动，电瓶车缓缓驶了出去。怎么了？没电了。那推回去吧。委屈你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这么穷，还有一堆仇人，你还愿意跟着我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看着他认真的模样，眼底深处还有几分受伤，手不禁抖了抖，小心脏也跟着抖了抖。我想说，大佬你不穷啊，你可是燕京集团的总裁，怎么会穷？但我不敢说，说完我就离死不远了。我不委屈，我们穷只是暂时的，以后什么都会有的，我相信你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你可是海归，等风头过去了，你就去找个大公司，凭你的能力，年薪100万，那不是手到擒来？我连学的什么专业都忘了。那都不重要，你只是没有了记忆，但能力还在呀。我说你可以，你就可以。楚静涵没再说话，收回视线，继续推着电动车往前走。我偷偷地吐出一口气。这货居然真的在这儿，楠楠，要把他带回去吗？不用，既然他这么喜欢过这种普通生活，那就让他留在这儿吧。楚静涵，我倒要看看，等你知道这个女人的真面目后，还会不会像现在这么开心。太好了，这样就不用担心饭菜馊了。不知为何，如今这么穷，这些东西在我心中依然不觉得贵重，甚至听到别人说100万1000万，也心如止水，毫无波澜，仿佛我拥有过一样。我察觉到他似乎有些情绪低落，忍不住问着：你怎么了？如果我一直这么穷下去，你还会跟着我吗？我怔了怔，轻咳一声，抬手拍了拍楚静涵的肩膀。不要想那么多，我不是说了吗？你一定会成功的。楚静涵依旧目光如炬，神色极为认真，显然我的回答没有让他满意。如果我嫌弃他穷，他会不会提分手？不行不行，要是把他刺激到提前恢复记忆，
那我不是死定了？就算是真的一直穷，我也不会嫌弃你的。我爱的是你，又不是钱。楚静涵沉默了会儿，又问出一个差点吓得我魂飞魄散的问题。我身份证上28岁，你23岁，我上大学，你还在初中，你是怎么供我读书的？完了完了，他怀疑了，他开始怀疑了。楚静涵怀疑的不是骗他这事儿，是怀疑我这个人。因为这个问题早在半年前楚静涵就问过原主了，现在又重新问一遍，他肯定是怀疑什么了。你怎么又问这个问题？我不是都说了，我初中辍学，借的身份证去打工。我忘了，抱歉。哼，看来是后遗症还没好。我去做饭。我模仿不来原主，果然还是露馅了。我洗完澡出来，楚静涵已经做好了饭菜。吃饭。这怎么是酒啊？他该不会是想把我灌醉好那啥吧？隔壁王哥刚才过来喊我喝酒，我拒绝了，这酒是他端来的。你赶紧吃饭。刚才的酒我虽然吐出来了，但喝得急，还是有好多吞了下去。滴酒不沾的我刚坐下就有点晕乎乎的感觉。我端着碗勉强吃完一碗饭，直接趴在了桌子上。宋云飞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就是有点晕，我睡一会儿就好了。我扶你到床上去睡。帅哥，你长得真帅。好困。楚静涵看我又睡着了，无奈的叹息一声，抱着我朝床上走去。酒量这么差，以后在外面可千万不能让你喝酒。我竟然什么都没穿。我僵硬的抬起头，朝着厨房那扇门看去，记忆断断续续的涌入脑海。想起来了，我昨晚误喝了白酒，然后醉了。我该不会对楚静涵做了什么吧？我揉了揉脑袋，想到自己狼狈的模样，甚至楚静涵还会误会他是故意喝醉勾引他，想上吊，说不准还能穿回去。唉，算了吧，穿回去估计也是一滩烂泥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起来了就吃早餐。楚静涵转头又进了厨房，好像什么都没发过一样。我磨磨蹭蹭的来到餐桌前坐下，不管了，先吃饭再说。这是什么？蜂蜜水。我小心翼翼地端起水杯，放在嘴边喝了2口，余光偷瞄他的表情。那个楚静涵，我昨晚没有做什么奇怪的事吧？你指的哪件？难道还不止一件吗？你为什么这么紧张？什么？我们不是情侣吗？你在紧张什么？是啊，我在紧张什么？原主一直想睡到楚静涵，就算昨晚真发生点什么，我应该是开心的表现才对。可我不是原主啊。咱俩真睡了。你觉得呢？我要知道还会问吗？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我按照楚静涵对原主的态度，更倾向说是没有发生什么的。楚静涵要是愿意碰我，这半年的时间，估计崽都怀上了，何必等我喝多？不好，看我干什么？我一点体验都没有，问问怎么了？我在他的注视下，脸上的底气也越来越弱。你还看？那要不要再体验一次？我浑身僵住，脑子里嗡嗡作响，一片空白。这男人什么意思？以往避之不及，今天却这么主动。你这2天很不对劲。哪里不对劲？楚静涵只是伸出手，越过我，把桌上的水杯端了过来。我余光瞄向楚静涵，结果一抬眼就对视上了。他刚才的试探，就是在告诉我哪里不对劲，而我的闪锁就是最好的回答。不打算解释下吗？有种被架在十字架上审判的感觉。我要是说我不是原来的宋云飞，你信吗？你觉得我信不信？万一呢？你想说你现在是另外一个人，或者说另外一个灵魂？万一呢？那我该联系精神病院了。为什么？你可以和我分手啊，干嘛要把我送去精神病院？不是你说的，我们相依为命，我自然要对你负责到底。其实倒也不必。宋云飞，
你是不是出轨了？出轨？我吗？不然你怎么解释你最近的变化？我没有啊。纵云飞，咋了？如果你有了更好的选择，可以告诉我，但不要骗我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有那么瞬间，我差点以为楚静涵知道自己被骗了。你很讨厌被人骗啊？没有人喜欢被骗。也是，你想多了，我怎么可能骗你？真的，要是我骗了你，我这辈子不孕不育。楚静涵不喜欢我，她只是讨厌被骗，更讨厌被人戴绿帽子。她本来就因为穷自卑了，如果连我这样的货色都留不住，得显得她多失败。这也就能理解这大半年她为什么会逆来顺受，毫无怨言的伺候原主，因为她除了亏欠还有自卑，而她的穷和自卑都是我带给她的。别瞎想了，我只是觉得我以前太不懂事了，在家每天混吃等死，什么都靠你。这几天绝食，不小心在死亡边缘走了一逃，所以现在我想明白了，醒悟了，不能只靠你一个人，我也得承担起责任来。我们俩都还年轻，一起努力，以后我们还要买房、车子，什么都会有的。区区空调算什么？是吗？当然是了。先吃早餐，上班要迟到了。小宋，这么早啊？早啊。我刚才看到你男朋友送你了。是啊，你男朋友不也来送你了？那不一样，你男朋友长得帅，我那个是挺帅的。我脑海里闪过楚静涵那张脸，赞同的点头。这人怎么还顺杆往上爬呢？对了，那个小双的事儿，你们知道吗？小双怎么了？听说他上个月不是有个富二代客户吗？他被人白睡了1个月，发现是个假的富二代。我去，果然还是太年轻了，居然还有人上这种当。都把手上的活停一下，开会了。这个月的目标是1300万，大家能不能完成？能。今天我们就要朝着什么出发？朝着1300万出发！加油！加油！不错，今天大家状态都很好，大家加油干！散会。我回到自己工位，拿起桌上的传单走了出去。虽说现在的人都不怎么接传单了，但我现在没有客源，也只能用最传统的方式去发展客源了。我盯着这50块转账愣了好半天，才缓缓打出一个问号。这应该是庆祝我上班让我买奶茶喝吧。我看到这50块觉得好笑，谁能想到看书的时候动辄转账百万千万的总裁现在只能赚50块，但想到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，我资质的牙又收了起来。喂，妈。翠翠，你工作还顺利吗？我看了眼手里的传单，笑了笑。顺利啊，就是太忙了。妈，家里都还好吗？原主怕露馅，已经半年没联系过家里了。有几次家里打来，原主都是直接挂掉的。你爸这段时间身体不好，想让你打电话跟他说说，去医院看看。他那倔脾气，说什么都不听，你电话又不打不通。你说那些干啥？我身体好着呢，一天天就知道医院，你钱多了烧得慌。听到这话，我在心中暗暗叹了口气。原主小时候就虚荣，父母都是普通农民，大部分工资都花在了他身上，但他并不知足，各种找借口要钱。看到别人买名牌，他也要买；别人换新手机，他也要换。以为拥有了这些就能融入那些有钱人的圈子，这种行为在别人眼里就是个小丑。妈，你把电话给爸，我跟他说。哎，好。我不说，你拿开，人家上班你去打扰他干啥？爸，你去医院看看吧，不然我可就回家亲自带你去了。你回来干嘛？好好上你的班，你好不容易进了个大公司，好好表现，不要上班打电话了。我听到这话，心中很感动，因为我7岁时父母出意外，双双身亡，被奶奶养大。奶奶去世后，我就再也没有体会过亲人的关心了。那你就乖乖去医院，不要担心钱的事。我现在进了大公司，能赚钱了。你赚钱也不容易，我看电视上演的，大公司竞争压力大，你不用担心家里，我跟你妈都好着呢。爸，你就听我的，去医院检查行不行？就是，女儿都这么说了，你难道真的想让她回来把你绑去啊？好嘛，我去就行了嘛，你好好上班，别瞎跑。行，只要你去医院，我就不瞎跑。检查结果记得发给我看看。我又跟梁老聊了会儿，这才挂了电话。不管是为了我自己，还是为了乡下的父母，我也得努力赚钱才行。
先生您好，是对我们水岸名医的楼盘感兴趣吗？位子有点偏了啊！你们这个楼盘对口的是哪个学校？这人是想买学区房啊！我们项目对口的是正在建设中的新区实验学校，是重点扶持中学，明年9月就能正式招生。很多家长看中的就是这种新建学校的师资配备和硬件设施，也是目前卖的最好的。我瞄了眼男人的眼神，有点动摇，于是继续说。这里明年会开通地铁线8号，站点就在我们小区门口600米左右，旁边还有新建的公园，各种商业配套设施都会陆续上线，而且我还可以替您申请装修设计图。我今天还有事儿，等有空你带我去看看吧。好的，这是我名片，你也给我留个电话吧。先生，男人本想拒绝，但看到我期盼的目光，他还是报出自己的电话。先生您什么时候有空呢？到时候我给您打电话。周末吧。好的，我周末联系您。美女，给我个名片，我也想买房子。谢谢啊。你回来的正好，我刚把饭做好，你吃了没有？没有。那你快去洗洗手，准备吃饭了。对了，周六你把电动车借我呗。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去接客户看房子。这么快就卖出去了？还没呢，得先带他去看，他估计也看了不少地方，能不能拿下还不一定呢。楚静涵点点头，没再说什么。如果能卖出去的话，至少好几万提成，到时候就先把你这破电动车换了，空调、洗衣机都安排上。吃完饭，我躺在床上拿出手机，楚静涵则是拿了本书翻看起来。宋云飞凑近了些，瞥见书页上的内容。你居然还看这个？清点。要死了！我为什么不早点睡啊？我要是早点睡着，就听不到这些声音了。打发时间。我茫然地抬起头，对上他幽深的目光，好几秒才反应过来，他是在回答我刚才的问题。这书里写的什么？成功学鸡汤？算不上，讲一个人几次抓住行业变革机会的事。那他很厉害啊。站在风口，猪都能飞上天。楚静涵语气带着几分不屑，不过他似乎想到自己只是小小外卖员。他确实有点本事。那和你比起来肯定差远了。你就这么相信我？当然了，你可是我男朋友，当然是最厉害的。你以前可不会这样夸我。早知道就不瞎聊了。以前原主天天对他 PUA， 也不知道从哪儿学的。你都快30了还这么穷，除了我哪个女人看得上你？只有我不嫌弃你。留过学有什么用？你别太好高骛远了，有份工作就不错了，别总看那些没用的股票了。你天生就不是发财的命，你要是输完了，我们俩就得睡大街。你那点收入还想炒股票？别那么天真行吗？爱妻者风生水起，亏妻者百财不入，所以你要对我好，才能赚到大钱。不能再想了，我每次想到原主的所作所为，我就感觉自己离死不远了。我这不是改过自新了吗？睡吧。我看着漆黑的天花板，心里忐忑的有点睡不着了。那个东西是不是被你扔了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故作镇定的开口：什么东西？套。没有啊，我都没看到。你还有这东西，放哪儿了？没事了。他好端端的问这个干什么？难不成听到隔壁动静也响了？他估计又是在试探，宁愿怀疑我出轨，也不相信我换了个人。接下来2天，我每天打电话发传单，有些可能成为潜在客户的，还要重点做笔记。微信也加了好几个人，时不时还得跟他们发个消息，联络下感情。楚静涵也恢复了送外卖到半夜的作息，回来时我基本睡着了，他就去睡沙发，互不打扰。喂，赵先生，我是卖房子的小宋，上次我们说了周末带你去看房，不知您这边今天有时间吗？有的，今天可以去看看房型。好的，赵先生，那我等下来接您。挂了电话，转头看到楚静涵坐在沙发上盯着我。上午你先把电动车借我，下午再去送外卖。可以。楚静涵想到了什么，他再次开口：我跟你去。你跟我去？省电。他应该想说的是，下午直接骑着去送外卖，能省电吧？你还真是精打细算啊。走吧。好嘞。你慢点啊，我内脏都快被你颠出来了。很慢了。好吧，怪路太烂了。你觉得我能成功吗？能。你也太敷衍了。不能。滚啊！别闹。
没想到你这几个月送外卖，把这些路都摸透了呀。楚静涵也没有说话，专心的骑车。但我注意到后面有辆宾利在缓缓靠近，我不由多看了眼。那辆宾利与他们的电动车持平之后，速度慢了下来。美女，加个好友啊！哼，装货！我察觉到楚静涵是紧绷，我心里一急，抱紧他的腰，别理他，我们走我们的。美女，这破电动车坐着不热吗？要不要我载你？话音刚落，楚静涵猛地一捏刹车，电动车稳稳停在路边。他冷眼朝着那辆宾利车看去，但宾利车并没有停，直接从他身边开了过去。哥们儿好像不服气啊，有本事追上来干一架！别和这种人一般见识，那车肯定是租来装逼的，真正的有钱人才不会这样无聊。你这么清楚？有钱人会跟没见过女人一样吗？那车绝对是租的，所以你才没加他好友。我再次愣住，他这脑回路也是无敌了。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人吗？看见有钱人就厚着脸皮贴上去？既然你这样想，那我们就分手吧。我说完，气呼呼的将头一拧，余光却在关注他的反应。要是不刺激到他的话，借着这个机会分手也不错。你终于说出来了。我愣了下，不解地看着他。那个男人是谁？你有病啊！我真的无语了，还是头一次见上赶着给自己戴绿帽子的。他很有钱吗？我愣了一下，忍无可忍对着他怒吼起来。对，他比你有钱，比你帅，比你体贴，你满意了吧？所以分手吧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再见。我气呼呼地下了电动车，朝着前面走去。神经病，为什么老觉得我出轨了？楚静还没有追上去，站在电动车旁，看着我气冲冲的背影。这里离赵先生家也没多远，再走个10几分钟就能到，我慢慢走过去就行。只是我高估了自己的身体素质，走了还不到10分钟，我就已经走不动了。正想找个阴凉的地方歇一会儿，结果一转头就看到辆熟悉的电动车跟了上来，停在了我跟前。你跟过来干嘛？我误会你了。看见他道歉，我神色缓和了不少，这会儿又觉得是误会我了。我是想说，你如果有了更好的选择，可以直接告诉我，不用隐瞒，我自会放手。你要是没有，就不要说分手这种话。我狐疑地打量着他，不太确定地开口，什么意思？舍不得我？倒不是，我怕你饿死。你是说我离开你就活不了？既然你为我付出这么多，我应当对你负责到底。无论是找到更好的人选，还是确保你能独立生活，你如果非要分开，至少等你工作稳定了再说。难得他说这么多话，我听着听着，心情也跟着复杂起来。不得不说，他可真是个好男人，女朋友都要跟他分手了，他还替对方着想。要是原主没有骗他的话，不知道得多幸福。你什么时候买的？刚才。所以你这么半天才追上来，是买奶茶去了？刚好路过看见了。这件事到此为止，我们和好了，你不许再怀疑我出轨了。这里要拆迁啊，拆迁应该会赔房子吧？应该是房子或赔偿款2选1。原来如此，那位赵先生要买房，那肯定是选了赔偿款。这房子要拆，他们这房子必然是要买的，就是在谁那儿买的问题了。喂，赵先生，我到你们小区门口了。你在小区门口等我一下，我马上来。话说等会儿我带他去看房子，你怎么办？你不是还得送他回来？我就在这儿等你。这是个好主意，等会儿回来还能让他送自己去地铁站。不好意思，怪我事先没沟通清楚，城里堵车，我想着怕耽误您宝贵的时间，就骑了电动车赶过来。这么的天骑电动车呀，我不去了。是，今天气温是挺高的，不过早上没那么热。这样吧，我给几位打个车，也就几分钟的时间。咱们今天重点是看房子，交通工具都是小事，买到心仪的房子才是重要的。二位说是吧？行吧，那我们就等会儿。我见他松口，立马攀谈起来。赵太太看着真有气质，是在银行里上班吗？这马屁算是拍到重点了，赵太太连腰都挺直了不少。我媳妇儿是副司长。副市长？抱歉，是我眼拙了，居然没认出赵市长。什么赵市长？是护士长，医院里的护士长。我恭维的话卡在喉咙里，差点咬到自己舌头。不是，这赵先生口音也太离谱了。小姑娘，你这眼神可不行啊！我这气质像是那种大领导吗？怪我，普通话不标准。肯定像啊！我一见您就被您气场震慑住了。听见赵先生的话，丝毫没有怀疑啊！没想到竟然是位白衣天使。我这一通马屁也算是活跃了气氛，刚才那点不悦已然烟消云散了。楚静涵静静的在旁边看着我溜须拍马，眼底神色难辨。你先跟他们走，我骑车。好吧，那你自己小心点。楚静涵骑车穿过某条巷子时，忽然停了下来，朝着另一条巷子看了过去。你这几天躲着我干什么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我爸给我卡停了，我没有骗你。你放心，等我的卡解封，我立马买10套房，行不行？走嘛，跟我去吃饭，晚上我带你去见几个朋友，给你介绍大客户。你别骗我了，我都看见你去租车行了。吴伟，你再缠着我，我就报警了。
你难道不知道那租车行是我开的吗？你不信，我现在就带你过去，我给你看营业执照。楚静涵看着这一幕，眼神则是有几分微妙，不动声色地下了电动车。还真是冤家路窄。可是我同事说，你那几个同事就是嫉妒，你少听那些人胡说八道，他们就是见不得你好，巴不得拆散别人。现在你跟我去车行。吴伟的话还未说完，屁股上猛然传来一股撞击，他整个人都朝着小双扑了上去。小双惊呼一声，下意识往旁边一闪，吴伟惨叫着趴在地上，摔了个狗吃屎。是你？你不想活了？追上你了？追你个球！老子告诉你，你完了！你知道我爸是谁吗？说说看，你爸是谁？吴伟噎了下，还没想好怎么说，手上又传来一阵钻心的剧痛，他瞬间哀嚎起来。说啊！楚静涵一脸从容，不禁让吴伟心里发怵。我不是惹到了什么不得了的牛逼人物？我爸是开超市的，大目标超市。吴伟说到最后，自己都没底气了。一旁惊愕的小双反应过来，那不是个便利店吗？吴伟一张脸憋得通红，也不知道是疼的还是气的。我把赵先生一家4口带到小区，费了9牛2虎之力劝说，夫妇2人都有意向，但2人仍然说要考虑考虑。我通过旁敲侧击算是看出来了，2人应当是在等拆迁款下来。2位先回去考虑考虑吧，我会尽量给你们设计图纸的名额留着。能留多久？我正要开口，电话忽然响了起来。这个不好说，大家都想要，我最多争取给2位留半个月的时间。一家4口上车离开，我接通电话后，那头传来一道严肃的声音：你好，是宋云飞吗？这里是东城派出所。出什么事了吗？你男朋友见义勇为帮了这位女士，只是他出手重了些，你需要签一下字，你男朋友就可以回去了。小宋，原来楚先生就是你男朋友，今天真是多谢了他了。不用谢，他这人就喜欢路见不平见义勇为，还是要谢谢你们。那我就先走了，下次请你们吃饭。好的，拜拜拜。想不到你还挺正义的嘛，是不是见我这同事长得漂亮，所以忍不住英雄救美？你没认出那个人？我脑海里闪过那个鼻青脸肿的男人，被打成那样了，我哪里认得出来？不知道是谁啊？喂，楚静还没有说话，转头走了出去，我急忙追了上去。他是谁啊？还有他被打成那样，为啥就不追究了？莫非是认出他来了？不知道。你现在准备去哪？快中午了，先回去吃饭。累死我了。楚静涵看我躺在沙发上半死不活的样子，挽起袖子，自己进了厨房。等等，怎么了？我来。其实楚静涵做的饭，除了早餐外，其他的不能说难吃，只能说能吃。她的厨艺就是很神奇，不管做什么都能做出来勉强可以接受的程度。你怎么了？头有点晕。你发烧了？这么热的天还能发烧？应该是中暑了。我带你去医院。还没吃饭呢，吃完饭再去吗？我都饿得没力气了。你这不是饿的。啊！你干嘛？我自己能走，你放我下来，我自己走。已经到了，你坐稳了，别掉下去。兄弟们，你们知道楚静涵这个名字吗？这是谁？干啥的？没听过。你招惹的情敌，你问这人干啥？群里七嘴八舌，全都没人知道楚静涵是谁。难道那小子是虚张声势？群里这几个虽说不是京城的大人物，但也混了这么久，京城的大人物他们或多或少都知道。真有可能是我想多了。既然只是个小瘪三儿，怎么也得打回去。兄弟们，那个逼抢我！语音还没说完，一个电话打进来，中断了吴伟的录音。汪老三，你他妈给我打电话干嘛？群里不能聊吗？哥们儿，你认识楚静涵？咋了？你也认识？我不认识，我听过。吴伟立马来了精神，结果太激动，扯到脸上的伤疼得他直抽泣。你在哪儿听过？他干什么呢？有一个表哥，他家不是搬到海市去了吗？他现在在燕京集团上班。然后呢？我表哥几个月前在家族群说他们总裁好像失踪了，他们总裁就叫楚静涵。我靠，
你不是在骗我吧？真的假的？你确定是同一个人？我也不清楚啊，我又没见过。你有他照片吗？你发给我，我拿给我表哥看看就知道了。我没有啊，不过我有办法弄到，回头我发给你。行，你发给我，要真的是他，我们就……汪老三话说了一半，立即闭嘴了。我们就干什么？没什么。这么牛逼的人物怎么会出现在我们这个小地方？还骑个破电驴？难不成玩扮猪吃老虎那套？不可能，肯定是重名，不然我岂不是死定了？还不滚下来！一天天就知道在外面惹祸生事，回去老子非打断你的腿不可！吴伟想到汪老三的话，下意识扭头就要走。臭小子，你跑什么跑？见鬼了！安静点。吴伟，跟人打架了？没有，我自己摔的。我听到他的声音，再结合熟悉的脸，终于认出来这个人是你。好巧啊！这家伙怎么变得这么老实？难道是被楚静涵打怕了？都是些皮外伤，回去擦一下药，过几天就好了。体温表拿我看一下。好。39.8度，打针吧。打针？打哪儿？打屁股。这么粗暴吗？那就输液，或者我给你开药，你拿回去吃。药，我吃药。要是吃了药不退烧，还是要来打针。我会退烧的。在这等我一会儿，我去拿药。美女，你又要加我好友？不，我就是跟你打听一下，那个楚静涵是你什么人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问问。我觉得我应该听过楚静涵这个名字。你在哪儿听到的？吴伟看我反应，心顿时凉了一半，但还是硬着头皮继续试探。燕京集团的总……吴伟的话还未说完，我猛地捂住他的嘴。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真的是他？嘘，不要说出来。为啥？我往后看了眼，确定楚静涵没回来，才小声对吴伟说：“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身份。”为啥？他就想体验普通人的生活，故意跑到这里来的。你想想，要是被他知道你把他身份到处乱说，他会怎么样？吴伟眨了眨眼睛，似懂非懂的哦了一声：“我懂。所以你也要假装不知道，不要在他面前表现出来，知道吗？”懂。不是说他失踪了吗？都跟你说了，他偷偷跑来这里的，就是为了躲着楚家那些人，你还不明白？原来如此，那我明白了。你放心姐，我保证守口如瓶，不告诉任何人。这就对了，等他体验完生活回去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吴伟顿时喜出望外，激动的差点蹦起来。好，不过我之前骂了他。小事，他不会放在心上的。你不是已经得到教训了吗？我也会听你说好话的。宋姐，以后有什么吩咐，你尽管告诉我，只要我能做到，我绝不含糊。那你赔我点钱吧，1万块就行。我没钱。你都开宾利了，还没钱？不想借给我直说。哎呀，不是，我真没钱。那车是我们几个合伙租来泡妞的，我现在身上就剩500块了。你要不嫌弃，我就给你了。我不嫌弃，给我吧，就当是他之前骚扰我的赔偿好了。我突然感觉到身上冷飕飕的，抬起头便见到楚静涵不知何时回来了，正冷眼看着我和吴伟。我走了，再见。楚静涵的目光从吴伟消失的方向收回，落在我的脸上。这么快就好了？本来也没什么大病，咱们回去吧。你们在聊什么？呵呵，也没什么，他就是过来道个歉。你们加好友了？哦，他赔了我点钱。楚静涵瞄了我一眼，没再说话。宋云飞，把药吃了再睡。你不去送外卖吗？太热了，不想去。哦，我靠在男人的怀里，突然有些舍不得挪开。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别人的关心了。这些年，我都是一个人，生病感冒都是我一个人去医院，难过的时候都是自己慢慢消化，孤独被放大，楚静涵的关心和感动也被放大。我没少见过宋云飞哭，但哭得这么脆弱可怜的还是第一次。哭什么？很难受吗？没有，就是药太苦了。先睡会儿，烧退了就好了。我迷迷糊糊的睡着了，楚静涵守在我身边，时不时去摸我额头。好热。我不喜欢宋云飞，我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因为责任而已。我不想做一个拿失忆当作借口的负心人，对，仅此而已。他平时白天上班，晚上送外卖，应该挺累的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看你睡着了。我试图从楚静涵身上下来，可能是生病的原因，挪了半天也没站起来，反倒是楚静涵呼吸急促起来。对不起，
我真是想找块豆腐撞死的心都有了。对不起，我马上起来。小心点。好的，谢谢。刚才我竟然以为他要强吻我了，果然是我想多了。不行，我以后一定要改掉这种胡思乱想的臭毛病。你干嘛？你生着病，别吃这些。我饿了。我去给你煮面。我现在并不是很想吃面，尤其是他煮的面啊。吃吧。我看着面前清汤寡水的面，连个鸡蛋都没有，我就感觉不是很饿了。你不是饿了？你明天送外卖吗？送的话就去早点睡吧，不用管我。不送。辛苦这长时间，休息一下也好。楚静涵沉吟片刻，我有件事跟你说。我端碗的手一抖，不免有些紧张起来，生怕楚静涵突然告诉我她恢复记忆了。是什么事啊？老板让我去业务部。我心里松了口气，我还以为什么事，你去啊，跟我说干嘛？不是你说要给你报备的？是吗？那以后你不用跟我报备了，你想做什么就去做。那我想买股票。这个不行。我知道他炒股厉害，这是他最熟悉的东西了。医生说了，要让他多接触熟悉的事物，说不定能刺激他恢复记忆。相反，就不能让他接触熟悉的东西，那他就不容易恢复了。要不然，原主能天天吹着破风扇，早靠他炒股住上大平层了。10个炒股的9个都输，咱们没钱就不要碰这些东西了。现在最主要的是好好上班，脚踏实地的赚钱，听见没？楚静涵无声的叹了口气，听见了。还好他不会阳奉阴违，答应的事不会反悔，原则性还是挺强的。这张脸长得真帅啊！看来得再找个什么理由让两人重新分开睡才行，不然每天醒来都好尴尬。你在看什么？我猛地移开视线，看向他外侧的床下，指着地上，故作惊讶地说着：“我刚看见有只耗子钻进床底了，你快点起来看看。”没有。哦，那可能是跑了。你是没看见，好大一只耗子。有多大？大概得有这么大。你确定只有这么大？等会儿，我突然反应过来他话里的意思，顿时脸颊一热。你在说什么啊？耗子？你说的不是耗子吗？是啊，我还以为你说的不是耗子呢。你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好多了，就是鼻子塞塞的，有点难受。那就是还没好，药还需要再继续吃着才行。我一想到那苦得掉牙的药，但看着楚静涵一脸认真的模样，拒绝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。我去给你倒杯水。先把感冒冲剂喝了。谢谢。好点了吗？那今天咱们都不上班，要不我们去商场吧？你要买什么？不买什么，咱们去蹭空调，家里太热了。你生病还没好。好啦。楚静涵盯着我看了片刻，摇了摇头。真是拿他没有办法。那我们吃了早饭就去。耶！那我现在就去做饭。还是我去做吧，你是病人，你好好休息。这家店也不是什么大牌，但一件衣服最便宜也是上千起步。哎，看看就可以了。你要不进去试试？不去，哪有这么多钱？钱可以赚。马上就要交房租了，买了咱们就没钱交房租了。再说了，几千块买件衣服不划算，回头我在网上买同款，100块买3套。我其实并不在乎这些，衣服能穿就行了。楚静涵抿着唇，看着里面的一对情侣。宝宝看上哪套就拿哪套，老公给你买。宝宝你真好。没多会儿，男人一手拎着5、6个购物袋，一手搂着女朋友，昂首挺胸的走了出来。楚静涵转头看向我，我也在盯着那对情侣看，
楚静涵默默地收回视线，拿出手机打开。我们去2楼，2楼有一家奶茶店在做店庆活动，奶茶买1送1。我不等楚静涵说话，便直接拉着她朝电梯口走去。买了奶茶，我们又到处逛了一下，最后花了100多吃了顿火锅后才离开。你今天你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没事，就是有点累了。那晚上就早点休息。小宋，你吃早餐了吗？这不会是给我带的吧？我吃过了。好吧，那这个给你，刚才在路上买的，买1送1。谢谢啊。不用谢，是我该谢谢你才对。我知道他说的是周6那天楚静涵帮他做了无尾的事，都是小事，这么客气干嘛？我想到那天听到的八卦，忍不住有些好奇地看着他。对了，你来多久了？我来半年了。那还挺久了。是啊，不过我们这行流动性很大，除了李姐和黎山，其他人都来得不久。那你挺厉害的啊，能干半年，应该是卖出去房子了吧？只卖出去1套2手的。小双听到这话，脸色变得有点不自然。只要能卖出去就很厉害了。对了，我还想多和小双套电话，但他却不想聊下去了。那个，我过去工作了。这小双长得也有些姿色，但性格看起来有点内向，多半是被张涛那个混蛋给洗脑了。不买，滚！不买，不要再打了。加好友，看看腿。楚静涵才下班，还要等半个小时他才来接我下班。小宋，你下班吗？你先走吧，我晚点再走。楚静涵关掉电脑，正准备下班，忽然老板来到办公室。大家先等下，都来开个会。为什么总喜欢下班开会？我问问你们有谁会德语或者法语？何总，我们不是只做日英美国市场，没有人会德语吧？过几天有个展会，到时候会有德国人来。何总想开拓海外市场，这次的展会就是很好的机会，但没招到会德语的人。距离展会没2天了，实在不行的话，也只能放弃德国市场了。你们有认识会德语的人，介绍来公司也可以，我可以给你们介绍费。何总，会韩语的行吗？不行，就要德语，韩语我们自己厂就能招到。再说了，到时候展会上的商家，会韩语的厂家很多，咱们不但优势。不认识。我要是认识会德语的朋友，还在这鸟地方上班。看众人都纷纷摇头叹息，忽然看向沉默不语的楚静涵。小楚，我记得先前资料上写了会好几门外语，你会吗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是啥意思啊？我自己也不确定。何总沉默了1秒钟，立马吩咐人事部把楚静涵的资料拿了过来。看完楚静涵的资料，何总的眼神变得有些狂热起来。如果不是伪造的话，那我是真捡到宝贝了。其他人都先下班吧。小楚，你留下来。小楚，你真留在英法留过学？对。说2句德语来听听。何总显然没听懂，但被楚静涵冷不丁冒出的德语震惊到了。不错不错，我就知道没看错你小子。话说，你小子怎么来我们厂里的？可能是缘分。好啊好啊，小楚，这次展会就由你跟我去，只要这次能顺利拿下客户，以后你就负责德国市场，我给你5000的底薪，提成另算。好，走，今晚我请你吃大餐。不了，何总，我还得去接女朋友。就你那个平均10分钟查一次岗的女朋友？楚静涵没说话，算是默认了。你呀，你说你，虽然是你的私事，我也不好多说什么，不过我还是得劝你一句，把心思放在工作上。男人就是要有钱，没有钱你对他再好，他早早也会跑。就算现在没跑，那也是没有遇到更好的。当初我也是这么过来的。何总说起来，话匣子就有些收不住，开始讲述自己当舔狗的那些年。楚静涵面无表情地听着。总之啊，男人没钱，人狗都嫌。行了，你下班吧。他不会还在加班吧？发了消息5分钟，楚静涵依然没有回复。我站起身离开了售楼部。美女，怎么才下班？我看着这个男人，长相平平，有点眼熟，但又想不起来了。你不认识我了？您是？之前你还给了我一张名片，不记得？
哦，是您啊，这么晚来是想看房子吗？是啊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想买房子，要不给我介绍介绍？我总感觉这男的不像好人，但人家毕竟是来看房子的，我也不能将人拒之门外。那先生，里面请。先生，您看，这是我们楼盘采光最好的几套房，分别在东南这个方向。宋小姐这么晚还在加班，挺辛苦的吧？你单身吗？有没有男朋友？谢谢关心，我有男朋友了。这个户型阳台是朝南的，而且我看着都差不多。不如我请你吃饭，咱们找个地方坐下来，你再仔细的跟我介绍。先生，如果您要看房，我可以继续给您介绍。如果您不买的话，我就要下班了。干你们这行的，不就是为了多买房子吗？你去跟我吃个饭，我明天就来签合同，全款怎么样？这世上总有那么些人，兜里有几个子儿就觉得高人一等了。这位先生是对我们楼盘感兴趣吗？我是这里的经理张涛，有什么需求可以跟我聊。他一个新来的，连楼盘都记不全，哪能让你满意？小苏，你先下班吧，这位先生我来招待。我如蒙大赦，看来这张涛也不是特别混蛋。好的，经理，我立即拿上东西就下了班。嘿，又是个装大尾巴狼的，想泡妞倒是先把定金交了。宋美女，跑那么快干嘛？我就是找你吃个饭，交个朋友，又不会吃了你。要不然我送你回去，你家在哪儿？谢谢，不用了。装货。我看他开着保时捷离开，这才松了口气。一转头就看到不远处站在电动车旁的楚静涵正静静地看着我。我还以为你加班呢，发消息也不回。在骑车，没注意看。楚静涵目光从那辆远去的保时捷上收回目光，落在宋云飞脸上。我本来都打算自己坐公交回去的，没想到突然来了个找茬的。就是那个开保时捷的。说来也奇怪，我没有刻意去了解过那些车，但看到那些标志却一眼能认出来。就像外语也一样，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，但想到某句话就能自然而然地说出来。是啊，他还要请我吃饭，这种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自以为是。那你别上班了，以后这种人只会更多。我一时间分不清他是在嘲讽我，还是真的叫我别上班了，因为他脸上的表情实在是太少了。不上班，那我干嘛？你以前干什么就继续干什么。我这下确定，他是真的在建议我别上班了。那我会废掉的，还是上班吧。走了，回家。下班前临时开了个会。楚静涵简单的把展会的事情跟宋云飞说了声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那展会在什么地方？就在怀市。我也不知道怀市在什么地方，应该不远，但只要不是海市就行。那你有把握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们的展区位置不太好。我相信你，肯定可以的。位置不好又怎么样？是金子，在哪儿都能发光。既然你都加薪了，不如我们今天就在外面吃，庆祝一下吧。你们来了，快坐，吃点什么？老板娘，一个西红柿鸡蛋、酸辣土豆丝和一个炒青菜。不是要庆祝吗？怎么全是素菜？西红柿炒鸡蛋不是荤菜吗？这说明你女朋友会过日子呀。我看你俩是应该准备结婚了吧？老板娘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刚谈恋爱的年轻人花钱都是大手大脚的，要是看到省吃俭用的情侣啊，那肯定是谈了很久，要攒钱结婚了。你俩谈了挺久的吧？是啊，挺久的。你女朋友是个会过日子的好姑娘，你可要好好对她啊。那个，这老板娘胡说八道的，你别听她的。是你不会和我过日子的意思吗？闻言，我愣了一下，有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感觉。那个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知道。不是大哥，你知道什么呀？算了算了，我还是别再解释了，越解释越乱。也不知道这原主之前刷的什么，推给我的视频全都是鸡汤。女人要先学会爱自己，才能去爱别人。想要什么一定要争取，不争不抢，这辈子注定活在最底层。手段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结果。贾明媛成功嫁入豪门，获得上亿身家，靠的就是这3个手段。谈恋爱远离穷男人，不要贪图他对你的好，因为他除了对你好，已经没有什么能留下你的了。穷男人的爱是最廉价的东西。楚静涵当即就愣在门口，我吓了一跳，急忙往下滑，把
把那条视频划上去。姐妹们，咱们要远离穷男人。穷男人最可怕的不是兜里穷，是精神上的穷，并且他还会不断的消耗你。我手忙脚乱的，半天才关掉视频。我尴尬的看向门口的楚静涵，一整个欲哭无泪。这该死的原主到底在看些什么东西啊？害死我了！你回来啦？楚静涵默不作声的进了屋，把奶茶放在桌上，往洗手间走去。我去洗澡了。我看着他落寞的身影，真想抽自己2嘴巴。没事刷什么视频？睡觉不好吗？奶茶真好喝，谢谢你。我还是睡这儿吧，你早点休息。真的吗？我高兴地扬起嘴角，却在看到楚静涵深沉的眼神时，急忙收起了脸上的表情。你真的生气啦？这视频自己莫名其妙推给我的，不是自己找来看的，你相信我。没有，你可以嫌弃，这是应该的，是我自己没用。不是，我没嫌弃你啊。你不用解释，我没有怪你。你还不如怪我呢。什么？没什么。你要怎么才能相信我吗？楚静涵目不转睛地看着我，并没有说话。反正就是不信呗。这些天好感度好不容易刷上来点儿，不能降下去了。我真的没有嫌弃你啊。好啦，别生气了，跟我去床上睡。这沙发睡得多难受呀。楚静涵纹丝不动，看来注定是要凉的。他好像越来越讨厌我了。我心中悲愤，站起身准备回床上，忽然手腕被拽住，我惊愕回头，还未看清，就一阵天旋地转，整个人倒在了有点硬的沙发上。几秒钟过去了，毫无动静。我缓缓睁开一只眼睛，瞄到男人近在咫尺的脸，心跳得如鼓如雷。我正想说些什么，好巧不巧的，隔壁又开始了。放心，我给足你反悔的时间。啊？我并不反对你寻找更好的选择，在这段时间内，我会做到我应尽的责任，你也不必有负担。可是为什么要用这种姿势说？那你能先起来吗？压得我快喘不上气了。楚静涵沉默了会儿，然后起身也爬了起来，叹了口气。如果我反悔了，我会告诉你的。但是我现在还没反悔，还是你女朋友。我们回床上去睡觉吧。你也看这种偶像剧？这个女演员看着眼熟。我被她这句话吓了一跳。她指的是这个女演员是女主的好闺蜜，也就是楚静涵未婚妻的闺蜜。明星当然眼熟了。也是。我暗暗地松了口气。看来以后短剧也要尽量不让她看才行了。你好，是宋云飞吗？对，是我。请问您是要买房吗？我是上门安装家电的，请问你什么时候有空？家电？什么家电？是个电视。我心头一动，猛然想起昨晚自己随口说的话。要是有个电视机，就可以直接看电视了。手机屏幕太小了，看剧一点也不爽。请问一下，这电视机多少钱啊？能不能退啊？我就是个上门送货的，不知道多少钱。你要退货得找商家。好吧，我挂了电话，然后去洗手间里给楚静涵打了个电话。他已经很久没有在上班时间给我打电话了。那电视是你买的吗？已经送来了。不是，你买电视干什么？多少钱买的？你哪来的钱？周末我要去怀市参加展会，你在家无聊可以看电视。看什么电视呀？我周六要带赵先生去看房子，你赶紧退了吧，别乱花钱了。退不了。怎么退不了？都没拆封呢，你跟商家说说啊。打折的样品机，特价商品，不退不换。我还在开会，晚上加班，你自己早点回去。真是个败家男人。只是他哪来的钱啊？他工资卡不是都在我这里吗？你跟我预支工资，就是为了给你那女朋友买电视，还有空调和洗衣机。你小子，我是看你老实才给你预支的。宋云飞吗？我是送家电的，你现在在家吗？我回头看了眼还在安装电视机的人，一脸茫然。送的什么？空调啊。难道又是打折的样机商品？
对，退不了。他怎么知道我要退？都学会抢答了，肯定是楚静涵打过招呼的。这个男人还真的是……我现在就在家，你直接送过来吧。既然楚静涵买了，我也没必要继续斤斤计较，毕竟是他的一片好心。如果这样能让他心里好受点的话。电视机刚装好，送空调的就来了，还是2个人。没多会儿，再次接到电话，是送洗衣机来的。我已经麻木了，让他们直接送来。楚静涵在我眼里只是个知根知底的陌生人，但现在我感觉这人正在点点滴滴渗透我的生活。还别说，这电视的声音一响起，屋子里瞬间有家的气息。嘴上说着不反对我寻找更好的选择，他随时都能坦然地放手，但他所做的种种却还是在竭尽所能留下我。我叹了口气，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去厨房把菜做好，又到阳台将洗好的衣服一件件的晾晒好。我听到动静，挂好最后一件衣服，转过身来，冲着楚静涵笑了下：“你回来了，刚好可以吃饭了，快去洗手。”这空调真是太棒了，做饭都不热了。洗衣机也是，以后就不用手洗了，每天能节省不少时间呢。你是从哪儿淘来的这么多打折家电？工厂后面有家店倒闭了，大甩卖。原来如此，花了多少钱？3000，老板预支的工资。还是你会过日子？那这个月的工资还发吗？发，下个月不发。那吃完饭，咱们得好好计划一下下个月的开销了。之前他是不会算这些的，钱不够了就自己借，然后让我去还。你这个月还是发3500吗？这个送外卖有2000，应该都在卡里了。好，改天我去取出来，算起来就是5500，再给你留1000。留500就行。500你够吗？够了。那好吧，那我们还剩5000，除去房租水电1500，开空调的话算个2000吧，1000块买菜，再留500偶尔需要的交通费和话费，还1500哎。那就去给你买2套衣服。你倒是提醒我了，你现在不是要跑业务吗？得给你买2身西装才是啊。楚静涵还想说什么，我抢先打断他：“这个你不用管了，我在网上给你看看。我根本不用买衣服，我衣服多得很，反倒是楚静涵来来回回就穿那么几套，裤子都快洗得发白了。如果他不是燕京集团的总裁，只是个普通人的话，我肯定死也要把他抓牢了。”我先去洗澡了。他好像真的变了很多。话说你那个展会大不大？去的人多吗？不算小，国际展会，业内不少公司应该都会去。听到还是国际展会，我更紧张了。那是不是会有全国各地的人？差不多。我心中忐忑起来。按照原主的性格来说，是肯定不会让他去的，但我却说不出让楚静涵别去的话。公司应该已经安排了，虽说我无理取闹的话，楚静涵也会答应，只不过难做的就是楚静涵了。那我能去吗？你不上班吗？你不是周末去吗？要开几天啊？好像是3天。算上2天周末，请2天假就行了。张涛一般不管请假，打个招呼就行，连请假纸都不用写。你让我去吧，这段时间上班都给我上烦了，天天打电话，天天被骂，我想去散散心。楚静涵垂眸看着我眼巴巴的模样，默了默，到底还是点头了。可以。你真好，那我是直接跟你一块儿去，还是我自己去？都行。你应该是跟你们公司的人一块儿吧？那你先去，等我带赵先生去看了房子就过来，不然让你们公司的人看到了影响不好。那你自己小心点。放心吧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既然不能阻止他去参加，那我就跟过去，到时候有什么突发情况，我也好应付。楚静涵，晚上要不要出去逛逛？不去。这有条特别有名的古文化街，卖的都是些女孩子喜欢的小玩意儿。你不打算给你女朋友买点礼物？到时候你空手回去，就不怕她不高兴啊？你可以把地址给我，我自己去。可以，没问题。等会儿我就发给你。他不跟我一块儿去，还不能去偶遇吗？他那女朋友根本配不上他，好男人就值得更好的另一半。况且我总觉得这男人是个潜力股，以后肯定能发达。楚静涵找何总拿了车钥匙，提前40分钟出发去了高铁站。我下了高铁后，一出门就看到外面广场站着的男人，立刻欣喜地跑了过去。楚静涵，你怎么还带了个箱子？换洗的衣服啊。
我看你早上走得急，什么也没带，我把你的洗漱用品也带来了。楚静涵点点头，把行李箱放进后备箱，领着我上了车，朝酒店去。你把楚静涵看得够紧啊，这都追过来了。我愣了下，之前去厂里找过楚静涵好多次，好几次这个狐瑶都在阴阳怪气，甚至还当着楚静涵的面挑拨离间。那肯定啊，跑这么远，万一有不三不四的女人勾搭他怎么办？哼，我们这是来工作，又不是来旅游的。再说了，男人要是想出轨，看得再紧也没用。刚走出来的何总听到这火药味很重的话，急忙插话：行了，你俩别说了，咱们是来办正事的，先去展馆吧。我本想怼回去的，但何总开了口，我也懒得跟胡瑶说什么，挽着楚静涵的胳膊故意撒娇：我去帮你，亲爱的。楚静涵听到我这称呼愣了下，胡瑶则是直翻白眼，我却毫不在意地挽着楚静涵的胳膊，直接越过胡瑶朝门口的车子走去。到了展馆，我看到这么多人，心里忐忑不已，目光四处搜寻，就看有没有人注意到楚静涵的。今天的展会结束，我们回酒店休息吧。我暗暗松了一口气，看来能遇到熟人的几率挺小的。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楚静涵没说话，拉着我的手就走。十几分钟后，我们来到了文化街。我看着热闹且灯火通明的街道，有些兴奋地打量着两边的商铺。这是个夜市街吧？你看看有没有什么想买的？还有小狗。既然来都来了，不如玩个痛快。我吃100一资，买了20个圈，毫不犹豫地朝那只小狗扔了过去。1个、2个、10个，一样都没有中。我气呼呼地把剩下的10个圈拿给楚静涵，毫不犹豫地甩了出去。你来。你要哪个？说的我要哪个，你就能套中一样，你随便套吧，能套中什么是什么。楚静涵在场中扫视一圈，朝着那只小狗扔圈，一连8个都没中，有一个中了还掉下来了。他快速地将手里最后一个圈扔出去，那个圈稳稳当当地挂在了狗笼子上面。哇，好厉害啊！这准头好啊！我惊讶地看向楚静涵，摊主老板已经将狗笼子提了过来。我怀里抱着狗笼子走了一会儿，满脸愁容地看着笼子里的小狗。这怎么带回去啊？酒店里不让进吧？楚静涵看着笼子里摇尾巴的小狗，沉默了片刻，指了指不远处的宠物店。宠物店可以寄用。4天就是200元，这下可真成祖宗了。教授，你快跟我来。怎么了？走，去那边。这个该死的王新娟，每次都是她抢我客户。他们在说什么？他说我们缺乏创新。这个臭婆娘。走。说到创新，这不就来了？小楚，你跟这2位先生说说，我们兴隆的做工和用料那是实打实的，不是光靠嘴皮子创新就能比的。2位，我们何总说，真正有能力的商家不屑于贬低对手来竞争，至少在2位没看过我们产品之前，便对我们进行抹黑，这本身就是一种短视且不专业的行为。2个老外的脸色顿时僵住了，看王新娟的眼神也变成了审视。何总，你们厂也就剩这点老本可吃了吧？我看你也真是豁出去了，直接跑到我这里来抢人，这也不符合规矩吧？到底是谁抢人？我跟他们聊得好好的，你跑过来横插一脚，你就有规矩了。2人争吵了起来，突然身后传来一道冰冷的声音：这里发生什么了？王新娟最先反应过来，上前一步，勉强挤出一个微笑。李总，我们只是在交流，没有吵架的意思。对，我们经常这样，老熟人了都。可是你们这样影响……李哲话说了一半，像是发现什么，目光忽然落在旁边沉默的楚静涵身上。咦，楚总，您怎么会在这儿？李哲这句话声音不大，却像一道惊雷，在场每个人心中炸响。能让这位华越副总的人亲自打招呼，还喊楚总，这个男人到底是谁？楚总？不是，这家伙怎么成楚总了？不是吧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还真有人认出了他。完了，我就不该同意楚静涵来这个展会。楚静涵却是一脸茫然，
我是这次展会的负责人李哲，也是华悦集团的副总。前年您在慕尼黑的主题演讲，我就坐在台下，我们还交换了名片，有印象吗？李哲说完，期待地看着楚静涵，希望他能想起自己。但楚静涵短暂的沉默过后，平静地开口：“您认错人了，我只是兴隆制衣厂的业务员，不是您口中的楚总。那敢问阁下贵姓？”楚静涵。你还说不是？名字都一样。哪有长得一样、名字一样的人？他就是我见到的那个楚总。李哲脑子里飞速运转，猜测他是不想搭理自己的原因。难道他在这里有别的目的？所以不便暴露身份。亲爱的，你什么时候成楚总了？李总，他真的是楚总吗？哪个楚总啊？叫什么名字？原来如此，还是他们年轻人懂得多。原来是这位楚总在扮猪吃老虎泡妞。不好意思，应该是我认错了。我说的楚总是医者那个楚。哦，那就是认错了，他是楚国的楚。是我眼珠了。楚先生是兴隆制衣厂的吧？这位李总，我姓何，何龙。何总眼光不错，这位小伙子一看就是有能力的人。你们兴隆我也有所耳闻，是老牌的代工厂了，工艺扎实。李总过奖了，过奖了，我们就是踏踏实实做点小生意，比不了大集团，以后还望李总多多关照。李哲笑了笑，目光似有若无的再次扫过楚静涵，最后落在我挽着楚静涵胳膊的手上。年轻人脚踏实地是好事，机会总会青睐有准备的人。你们忙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好险，差点就暴露了。何总，我们可以聊一下业务合作。经过李哲来这么横插一脚，他们那个角落的档口竟然人变得多了起来，就连宋云飞都跟着忙了起来，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客人。小楚，你简直就是我们厂的福星，我决定这次回去给你升职加薪。何总，您打算给他什么职位？现在咱们订单多，后面估计很忙，我决定等那些订单的款到账以后，再开一个车间，就让小楚来负责吧。王乔暗暗地松了口气。何总，那我们呢？我们今天也很累的。你们今天表现都不错，回去给你们发奖金。真是抠门。何总跟你说什么啦？涨了多少工资？1万底薪加提成。才1万啊！我撇了撇嘴，瞬间没了兴趣。他还想让我入股。真的假的？这就让你入股了？这何总也是个人才啊，不知该说他当机立断，还是该说他草率。15%的分红股，他还给我调了提成点。今天我签的订单，如果都定下来的话，应该有个30万的提成。这么多？差不多。太好了，以后你终于不用去送外卖了。等拿到钱，去买套房子怎么样？买房干什么？现在住的房子太破，总是出问题，换个新房子。我一听说买房，心里就开始紧张了起来。我觉得住的挺好的，搬家好麻烦，而且你现在也没多少钱，买了还要装修，怕是不够啊。我会努力的。不是大哥，这不是你努不努力的问题啊。要是买期房，估计还没开始装修，你就该回海市了。要是买现房，装修完再通风，还没住进去，你也差不多该回去了，完全没有必要浪费钱。楚静涵看我脸色纠结，眉头微蹙。你不愿意？我没有不愿意，我的意思是，可以先多攒点钱再买吗？不然太辛苦了。青城的房子不贵，就算只付首付，我现在的工资每个月月供也足够，不会太辛苦。他这么坚持，我再阻拦只怕会让他起疑，只能退而求其次了。那咱们租个好点的房子呢？等以后钱多了再买新房。楚静涵不说话了，就这么直勾勾地看着我。我被他看得头皮发麻，脸上的笑快挂不住了。不是你说的，买了房子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完了，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？他想和我结婚？好吧，那就买吧，不就是几十万打水漂吗？一点也不心疼。他不会生气了吧？不是，这男人怎么样啊？过了会儿，浴室的水声停了，楚静涵从里面走了出来。你干嘛？明天还要忙，你不睡觉吗？宋云飞，怎么了？你到底在想什么？啊？什么？楚静涵无声地叹了口气，有些许无奈，还有几分怅然。说青梅竹马的是你，说我们感情生活的也是你，说会永远陪着我的还是你。可为什么我感觉你并不是很想和我在一起？所以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可以说出来，我还没落魄到需要一个女人因为怜悯
勉强自己陪在我身边。我本能的想辩解，想搪塞过去，可对上那双仿佛能洞穿一切的眼睛，所有虚浮的话都卡在了喉咙里。我沉默良久，才缓缓开口，甩锅给他。最开始不想和我在一起的，不是你吗？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他似乎从未表现出不想和原主在一起。若是此刻坐在这里的是原主，想必一定高兴坏了。但我不是，我知道最后的结局，就像一把悬在头上的刀，我不敢，也不能和楚静涵在一起。你是在因为这件事跟我赌气？我望着他深邃的眼睛，顿时紧张的不知所措起来。我脑海里不断闪过自己凄惨的结局，我害怕楚静涵恢复记忆之后的模样，却又沉沦在此刻的柔情之中。你害怕？楚静涵沉默了一会儿，翻身下了床。睡觉吧。我只是还没准备好，我现在还没有勇气去面对书里的结局。一旦有了肌肤之亲，那不就走上原主的老路了吗？至少在兜里没钱的时候，我是真怕，到时候连跑都不知道往哪里跑。我明白，两个人在一起，不是非要用这种事才能证明什么。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没有。他声音没什么起伏，与平常差不多。我也拿不准他说的是真是假。我还想问，手机忽然响了2声，不知道是谁给他发来的消息。只有简单的几个字，我立马就想起来这人是谁了。这人也是个反派啊，还是原主的舔狗，而且是个医生。之前原主把楚静涵撞了，就是找这个博宇检查的，然后原主求他帮自己保密。在原主里，他可是帮原主做过不少事，下场没比宋云飞好到哪里去。我看着这条消息，不知道该怎么回，纠结了片刻，我索性假装没看见得了。过来吃饭。哦，我今天仔细想了想，买房子去我们店买，我还能拿提成呢。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？我也没有不想买，昨晚我就是觉得买房子太贵了，想等稳定一点再说。谁知道你误会了，青城这地方也不是很好，要是找个地方安顿的话，肯定得选个山清水秀的地方。那你想去哪儿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你想留在青城的话，在这里买房子也行。我其实就是想打消他买房的念头，不然这次敷衍过去了，下次再赚到钱他还是想买房咋办？那就先不买了，买辆车吧，你上班也方便。这个可以。打消了楚静涵买房的念头，我也松了口气。吃完饭后，楚静涵去了卫生间，我坐在沙发上正刷着手机视频，忽然有个人加我。你好啊，我们昨天见过，我叫李妙。姓李，难道是李哲身边那个人？你莫非是昨天展馆李总身边那位小姐姐？这人在哪儿加的我？没有，李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看着对方的消息，忍不住想笑，这个借口也太拙劣了吧。猜测这个李妙多半是来打听楚静涵情况的。这是要给我凑业绩吗？好呀，那你到时候来了联系我。有钱人送礼都这么委婉，我好想说可以直接送钱的。楚静涵洗完澡出来，就看见我捧着手机傻笑。还没等楚静涵开口，我手机响了。不是说好没事不要打电话吗？你没回我信息，我还以为你那边出了什么意外。我听到白宇有些委屈的声音，心里有点过意不去。为了不露馅，也只能继续说谎。我这2天太忙了，没时间看手机。你微信名怎么回事？你去卖房子了？你打电话就是要问这个呀？不是，就是看到了问问。我是要跟你说，楚家最近查到我身上了，我感觉事情要暴露了。小鱼，我看你还是停手吧，告诉楚静涵真相，说不定主动坦白还能获得谅解。我要是早穿越半年，不用博宇提醒，我肯定毫不犹豫坦白。可现在都骗了半年了，坦白就等于找死。况且我是知道剧情的，原主孩子都有了，楚静涵都能狠心打掉，更别说现在了。已经晚了，拜托你，能隐瞒多久是多久吧。是我连累了你，如果他们真的查出来，
你就说是我威胁你这么做的，一切推到我身上就行。哎，你这是何必呢？我也想问原主何必呢？百鱼不也挺优秀的吗？这原主为啥非得死磕楚静涵啊？好了，我先不跟你说了。来业绩了。我一对视上他的目光，就一阵心虚，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来。那个赵太太问我房子的事儿，早点睡觉吧，明天不是还要开车吗？我想强装睡觉，忽然有只手搭在了我的腰上。昨晚是太过突然，你才害怕吗？我心底一紧，一时间竟不知道他想干嘛。昨晚不是说不用做那种事来证明两人的关系吗？你怎么又突然问这个？随便问问，只是想了解下，你不用多想。就我们两人这姿势，谁能不多想啊？睡吧。不是大哥，你说睡就睡，你倒是把手收回去啊！我心里虽然咆哮叨着，但却不敢说出来，只能咬着牙闭上眼，继续装睡。累死我了。如果再多个小孩的吸呼声，这个家就更有温度了。先喝杯水休息一下吧。我刚才听到这两个客户提到你，所以问问你，这是不是你的客户？他们好像要签合同了。怎么了？骊山那个女人在挖我客户。我把刚才小双和我说的事，大致事情跟楚静涵说了遍。他们没跟你提前联系？我拿出手机，把通话记录和聊天消息全都看了一遍，确定赵先生没有提前联系我。没有。那就是他们并没有打算今天就买，只是想去你们售楼部多问几个人。你先好好问问。若是他们现在签合同，我赶过去也来不及了。先给小双打个电话吧。喂，小双，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他们是过来找我的吗？他们说过来看看，然后不知道他们去 VIP 聊了什么，骊山就带他们出去看房了。回来的时候，我听见他们提到说之前是跟你去看的。我刚才去倒水偷听了会儿，骊山在说你坏话，说你推荐的那个户型不好，还暗示他们你私生活有问题什么的，然后就开始吹他手上那套位置不好的位盘。骊山把我先前带赵先生他们看的房子贬得一文不值，反而把他手里那套吹得天花乱坠不说，还用房源给赵先生他们施压。没想到那赵太太看起来那么精明的人，竟然还会上这种当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小双。我现在赶过去肯定来不及了。我就算不要这个客户，也绝不能让骊山得逞，不然咽不下这口气。李姐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什么事？是这样，骊山把我客户带去春天小区看那套尾盘，套房的情况你也知道，近2年都没有成交记录了，而且楼层更好的房源，中介挂价比他推的这套低5%。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这不是怕客户吃亏，更不想坏了咱们口碑吗？这两个人看起来可是难缠的主，所以李姐您要是方便，可以稍微去帮我拦一下，只要让他们别签合同就行，我很快就过来。要是这个单子成了，算我们的共同业绩，或者李姐有办法让赵先生夫妇买到更好的房源，这业绩算您的。这两人基本是准客户了，现在只要去打个岔或者抢过来，就能拿到提成。李姐跟骊山本就不对付，我就不信她不动心。电话里沉默了几秒，终于听到李姐的声音：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尽快过来吧。看来李姐还不想跟骊山彻底撕破脸皮，或者说不想为了这点提成被我当枪使，只想坐收渔利。我先去售楼部了，你自己先吃饭，不用管我。我送你去。你不用去厂里吗？已经跟何总请假了。行吧。你先回去，不用等我了，我忙完自己回去。抱歉，刚才在外面处理点私事，同事跟我说2位来了，我这才赶回来，没有耽误2位的时间吧？不耽误，不耽误。赵先生话还没说完，就被身边的赵太太掐了一把。刚才骊山说我的坏话，赵太太对我多了几分厌恶。不耽误，我们正好在看黎经理推荐的这套房子呢，我们还挺满意的。骊山姐是我们这儿的资深顾问，对房源情况最了解不过了，她认为好的，那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骊山姐，谢谢你帮我接待客户，后续的签约流程就由我来完成吧。骊山姐帮我这么大的忙，回头我请你吃饭。骊山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，我辛辛苦苦抢来的客户就这么飞了，你什么意思？
就是字面意思啊。骊山姐难道不是在帮我吗？我想起来这个楼盘还有资料忘了拿，要不你跟我一起去拿？赵太太不是说了很满意吗？我看资料差不多都在这儿了，就别再那么麻烦了吧。你，骊山气得拳头捏得咯咯作响，他瞪着我，直接就把心里话说出来了。这客户是我接待的，房子是我推荐的，什么叫后面由你来完成？赵先生尴尬的想走，赵太太则是拉着他不让走。骊山姐，你怎么这么说？赵先生、赵太太本来就是我的客户啊，系统里白纸黑字写着呢。你只是在我暂时不在的时候帮忙介绍一下而已。我现在回来了，自然该由我继续服务呀。再说这套房子能入二位的眼，说明它本身条件确实不错。我们内部谁来做后续服务，不都是为了客户满意吗？我就是你不在才趁机抢客户，不是说这女人请了4天假吗？到底是谁给她泄密的？骊山以前也没少抢新人的客户，但没想到我这么牙尖嘴利。我只要完成这单，明年就能调到别的地方去担任经理了。现在要是被宋云飞抢回去，想再卖出去这样的房子就难了。好什么好？你们别听他的，他根本不懂，连房子都不知道在哪儿。那房子吸拆特别厉害，楼上还是设备层，隔音差。你们要是买了，以后就别想睡好觉。话音刚落，接待室里瞬间鸦雀无声，夫妇两人震惊地看着骊山，我也诧异地看向他。骊山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脸色变化莫测，急忙解释：其实这也不算什么大问题，我刚才就是要出去跟他说这件事，想着能不能找经理再申请下折扣，因为确实就只剩下这一套了，就当做是给2位买这房子的补偿。我们再看看吧。我没有阻拦，接触这么几次，我清楚赵太太是什么脾气，这2人估计是不会再相信我们了。黄了就黄了，大家都别要了。雨山，你脑子是不是有包？不仅抢同事客户就算了，竟然在客户面前信口开河，暴露房子的缺陷，把客户气走，有你这么干的吗？你干了这么多年，都干到狗肚子里去了，怎么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？我抢客户在先，又在客户面前胡说八道，我都想不通，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？宋云飞做的没有问题，在骊山给客户推荐其他楼盘的时候，并没有拆台，也就是在接待室里跟骊山抢客户而已。他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，公司向来是奖惩分明，骊山的行为违反了公司规定，按照制度扣除1个月绩效与奖金，并进行内部通报，既是对他本人的警示，也是提醒大家坚守底线。骊山不仅丢了单子，还丢了脸，他看我的眼神都像是有什么血海深仇。抱歉，李姐，我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。李姐看到骊山吃瘪丢脸，难得给了我一个笑脸。你很不错，以后前途无量。我不知道李姐是在夸我，还是在阴阳我，但这都不重要。跟他客套了2句，我便离开了售楼部。这家伙不是让他先走吗？一直傻站在那里，他不热吗？这么热的天，你怎么站在这儿啊？不是还没吃饭吗？那咱们回去做饭。事情解决了吗？解决了，把客户气跑了。跑了你还这么高兴？总比被人抢去了好吧？而且那个骊山也被处罚了，我当然高兴啊。那你在公司里小心点儿。我知道，放心吧。楚静涵愣在原地，抬头正好看到那只大黑耗子一闪而逝，迅速钻进了下水道。楚静涵低头看着挂在自己身上的人，怎么了？有只大耗子，好大，你看到没有？我死死搂着楚静涵的脖子，脸埋在她的颈窝，头发上的水尽数渗入楚静涵的衬衫。看见了。那你快去打死他啊！你这样抱着我，我怎么打？我浑身僵硬，像八爪鱼般挂在楚静涵的身上，一动不敢动。一股诡异又尴尬的气氛在空气中蔓延，我感觉自己的脸、耳朵、脖子，甚至全身的皮肤都在瞬间烧了起来。最后我羞赧地闭上眼，尴尬死了，干脆找个洞钻进去得了。上次你见到耗子，怎么没这么大的反应？我惊得顷刻间抬起头，正好看到楚静涵眼底转瞬即逝的笑意。你不打算下来吗？我只感觉脸颊越来越烫，刚想要松开紧紧抱着楚静涵的手，下一秒楚静涵吻住了我。我感觉脑子很乱，每次沉溺其中时，脑海里就会不受控制浮现出自己最后的结局。我不想走原主的路，可这该死的男人太勾引人了。楚静涵忽然睁开了眼，对上了我茫然无措的视线。
老鼠跑了，我去看看下水道。我换上睡衣，刚准备躺下，楚静涵便从洗手间里走了出来。他平时都恨不得把全身裹上衣服，现在这样一定是故意的，一定是。你头发没干，起来吹干再睡。已经干了。没干。你故意的是不是？我帮你把头发吹干。你刚才为什么亲我？吹风机的声音停了，房间里安静下来，我仿佛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我是个男人，所以只因为我是个女人，刚才换做任何一个人，你都会那样做。楚静涵沉默了几秒，盯着我眼中刚刚燃起的小火毫熄灭，他脸上也有一丝茫然闪过。不会，因为你是我女朋友，你为什么会问这种问题？没什么。睡吧。宋大销售，早啊，骑小电轮上班呢。刚才不好意思啊，没看见，没吓着你俩吧？我正惊魂未定，看到骊山那挑衅的面孔，火气噌的就上来了，直接从电动车上下来。刚才差点撞上护栏，要是撞上去，我跟楚静涵不死也得受伤。这两人就是想谋杀。你有病吗？故意别车，大马路上想谋杀吗？你报警啊！我们可是正常行驶，开个破电动车，谁知道是不是你们想碰瓷？你拍什么拍？侵犯肖像权知不知道？你给我删了！不是你叫我们报警的吗？你怕什么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我看你俩是真想碰瓷，你给我让开！小兄弟，差不多得了。小山和你女朋友是同事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别把关系弄僵了，以后不好相处啊。刚才我们确实没注意，对不住。这是我的名片，就当是交个朋友。刘茂递名片可不是为了真的交朋友，而是想让楚静涵知道他的身份，好知难而退。然而楚静涵只是瞥了眼名片，并未去接。把手拿开！刘茂眼里升腾起一丝怒意，他不仅没有收回手，还重重地拍了楚静涵肩膀2下，语气也变得不善起来。年轻人，有脾气是好事，我好心给你台阶下，你不下，那也得看看你自己有没有发脾气的资本，对吧？我心里不由犹豫起来，这男人好像真有点身份，要是他以后找麻烦，我们怕是没有安生日子过了。我也怕楚静涵受伤，更怕因为这件事提前暴露身份。楚静涵，要不算了吧，或许他们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楚静涵转头看到我眼里的担忧和退让，攥了攥手指，抬起手将男人的手挥开。息事宁人，忍气吞声，这些词从不在我的字典里。骊山和刘茂都以为楚静涵认怂了，脸上露出轻蔑的冷笑，可下一秒楚静涵直接将名片撕成2半。你是什么品种的鲢鱼？给我台阶，你也配？此话一出，几人都愣了。你个臭屌丝，给你脸了！楚静涵，你别乱来啊！我这是正当防卫，大家都看着，是这位刘总先动手。说完，楚静涵反手用同样的方式一巴掌扇到男人的脸上。礼尚往来，刚才刘总的一巴掌，现在还给你，不必客气。刘茂下意识就要打回去，但想到刚才两人之间的力量悬殊，怕动手等会儿另外一边脸还得挨一巴掌。你给我等着！楚静涵，你打了他，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知道，不过有些事不能退，就算今天忍了下来，他们只会得寸进尺，将来一样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。既然迟早都要得罪，又何必忍让？今天当众还他这一下，至少能让他掂量掂量，下次再想找麻烦得付出什么代价。光脚不怕穿鞋的，不是吗？话是这么说，可不用担心，如果他真在青城这片地方只手遮天，刚才就不会跟我们说那么多废话，说明他还是有所忌惮，不敢把事情闹大。我听到这话，心里稍微安心了几分，可还是有些忐忑，不知道那刘茂才之后又会做什么事。好吧，那你一定要小心点儿，如果他再找麻烦，咱们就离开这里。上车吧，要迟到了。好。屌丝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家伙难道又破防了？就是骂人的意思，形容又矮又丑又胖又傻的男人。你不用在意，这2个词都跟你没关系，那条鲶鱼才是屌丝。我刻意避开了穷，因为楚静涵最在意的就是这个了，总是在因为穷偷偷破防。小楚，你会打高尔夫吗？
高尔夫？等会儿那2个德国佬要来青城，这2小子喜欢打高尔夫，要是能去高尔夫球场把他征服了，这生意就好说了。何总不会吗？我只去过几次，那玩意儿玩不太明白。赵总已经把场地定好了，到时候还有其他同行在场，咱们要是不去争取一下，这笔大单子恐怕真要被别人抢走了。你到底会不会？不知道，你会就会，不会就不会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楚静涵沉默不语，会不会只有上手了才知道？年轻人，别这么谦虚，等会儿你跟我一块儿去。何总这么信任我？那必须的，公司里就属你最老实低调，我是不会看错人的。何总让楚静涵准备准备，等会儿9点就要出发。楚静涵忽然问了句：何总，你知道刘茂吗？顺达建材的，见过2次，你打听他干什么？没什么。你摊上事儿了？怎么这么问？你这脾气我还不了解，连我这个老板都不放在眼里。你打听他，总不能是想跳槽吧？你呀，不是我说你，这脾气是真得改改。有些事儿不要那么死脑筋，否则吃亏的是自己。这人活着就是得学会看人下菜碟，该硬的时候硬，该软的时候就得软。那脸面值几个钱，能当饭吃吗？该低头时低个头，不丢人。何总叹着气，一看他面无表情的模样，就知道自己是在对牛弹琴。何总也懒得劝了。你干什么惹着他了？没什么。算了，你收拾收拾，等会儿跟我去高尔夫球场。坐在窗户边的那个人叫封天豪，就是跟刘茂合伙开公司的。这家高尔夫球场也是他开的。之前我们在展会上见过的华悦李总是他舅舅。李哲的外甥？对，亲外甥。刘茂跟他是大学同学，傍上这条大腿，在青城的建材和土方工程这块，确实没人敢轻易招惹。你惹了刘茂就算了，这个人你可千万不能去招惹，听到没？多谢提醒。这家伙又找我干什么？吴伟，你找我干嘛？宋姐，咱楚总是不是得罪刘总了呀？你说的是刘茂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一亲戚在刘总那儿当包工头，他找到我，让我带几个兄弟去教训一个叫楚静涵的。我这不是打电话问问是咱们楚总吗？刘茂速度好快，这就把楚静涵的身份调查清楚了。不过他应该只调查到楚静涵在青城的信息，没有查到他真实身份。是啊，你有没有跟他说楚静涵的真实身份？没说，我这不是在跟你确定吗？这事儿闹的，我要告诉他吗？我有些犹豫，感觉知道楚静涵身份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我危机感也越来越强烈。事到如今，不说的话，刘茂可能还会找其他人去教训楚静涵。那你说吧，不过我感觉他不会相信。没事，我先说说看嘛。行，不过你知道，楚静涵他不想暴露身份。我懂，我会跟刘总说清楚的，保证不会再有第3个人知道。那就行。挂了电话，我心里稍稍松了口气，但愿刘茂能相信吴伟的话了。楚总，我还玉皇大帝呢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刘茂是傻子？一个送外卖破厂里打杂的，会是楚总了？你编瞎话也编个像样点的。怎么，那小子给了你多少钱，让你来我这儿唱戏呢？你能干，不能干拉倒。还有你，吴天明，你找的什么玩意儿？满嘴跑火车的怂货，连这点屁事都办不明白，我看你也别干了。楚静涵干啥了？把这头猪气成这样？哼，刘总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宋云飞亲口跟我说的。而且我有个好兄弟的表哥，少给我扯犊子，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。你脑子被核桃夹了，一个卖房子的跟个穷屌丝混在一起，能知道个屁？我看就是那小子知道自己闯祸了，让他女人编瞎话吓唬人，这种下三滥的招数，老子见多了。老子说要收拾他就要收拾他，就算他是天王老子，也得给老子在青城规规矩矩的盘着。那人就算不是楚总，那也很能打呀。不管是不是，我也不想去招惹楚静涵。刘总，那还用我去吗？你去个屁！没用的东西，滚！你俩一起滚！吴伟把刚才的事都给我说了一遍后，还不忘提醒着：宋姐，你提醒楚总让他小心点吧。那刘茂不信，肯定又找了别的人去教训楚总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提醒他的，谢谢你。不用，分内之事，你可别忘了在楚总面前跟我说说好话啊。放心吧。我挂断电话，想到楚静涵，急忙给他打了电话过去。楚静涵，你可要小心点，没事别去什么偏僻的地方，刘茂找了人教训你。你怎么知道？吴伟告诉我的，刘茂才找了吴伟，吴伟没干，后面不知道会找谁。你和那个姓吴的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？啊！我懵了一下，很快又反应过来。不是，我跟你说正事儿呢。我说的也是正事。我一时间无语了。这男人关注点怎么这么奇怪？他难道不是应该先担心自身的安危吗？他不会又在怀疑我跟吴伟有什么吧？电话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楚静涵那边隐隐传来何总的声音：小楚，别打电话了，你过来打一杆。
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会小心的，先挂了。我看着被挂断的电话，有些哭笑不得。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。刘茂能查到楚静涵，肯定也能查到我们住在哪儿。要是有人直接找上门，我一个人在家害怕。因为楚静涵说了她要出去应酬，所以我就没给她打电话，只一个人蹲在小电楼旁边玩手机。不一会儿，陆陆续续有人下班走了出来，我抬头便看到身形颀长男人站在跟前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闲着没事，给你送雨衣，感觉等下回有场大雨。你等多久了？没等多久，刚到一会儿。回去吧，很晚了。下雨了，你先停一下，把雨衣拿来。你穿我不用。你要淋雨啊？等下雨就停了。哎呀，穿上吧，别到时候淋感冒了。我将黑色的雨衣套在了楚静涵的身上，楚静涵回头看着我。那你呢？这还不简单？这样不就好了？出发吧。楚静涵捏着电动车柄的手指不由收紧了几分，拧动油门，把电动车开了出去。我趴在楚静涵背上，都快睡着了，迷迷糊糊的开了口：“这会儿估计快2点半了吧？”我话音落下，电动车猛地一歪，我整个人不受控制的朝地上摔去。还好楚静涵手快，握住我胳膊，将我拉了起来。此同时，电动车也哐当倒地。小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干他！我活了2辈子，还是头一回遇到这种场面。我紧紧挨着楚静涵，攥着她的手。楚静涵，我们快跑吧！楚静涵反握住我的手。你去找个地方躲起来。楚静涵盯着那4个男人，把我推了出去。我退了2步，看了看稳如泰山的楚静涵，又看了看来势汹汹的几人，一咬牙，扭头往远处跑去。不跑还能咋办？留在这儿也帮不上忙，反而让楚静涵分心。错了，哥，别打了！谁叫你们来的？兄弟，误会，真是误会。是吗？楚静涵缓步朝着他们靠近，吓得几人连连后退。是刘总，是刘茂，他说你得罪了他，让我们给你点教训，要把你牙打掉，带回去给他做手串。把他家地址告诉我。 4人皆是一惊，难不成他还要去找刘茂报复？狠角色啊！好，我说。几人刚交代完，不远处就传来警笛声。我等警察来了，这才朝楚静涵跑了过来，紧紧地抱住他。别怕，没事了。还好我聪明，跑去等你了，不然我一个人在家就真的危险了。警察做完笔录，把那4个人带走。我拉起楚静涵的胳膊，看到了他手臂上的血迹。你受伤了，疼不疼？不疼，先上去吧，已经很晚了。等上去。 我帮你擦点药脚。你坐在那儿干嘛？不睡觉吗？不困。不困？你是因为刚才的事吧？其实我也不怎么困，反而还有点饿了。你吃泡面吗？我看着楚静涵一副在思索的模样，忍不住有些紧张起来。你怎么不说话？ 没事，不饿。我狐疑地看了他2眼，叹了口气，拿出泡面进了厨房。赶紧趁热吃吧，等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。现在都5点了，谁会这个点发消息？我实在想不到还有谁，但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 不知道又是哪个客户在发癫。你怎么不看？说不定有急事。也是，我看看。还好不是博玉，是吴伟那家伙发来的。听说楚总一个人把耗子那帮人打趴下了，太牛逼了！不愧是楚总。
我看了2眼，忽然察觉到什么，缓缓移动目光往旁边瞟去，正巧跟楚静涵的视线撞了个正着。那个是吴伟，他夸你呢。楚总？对啊，他见了谁都叫总，他还喊我宋总呢。你们关系突然变得这么好了？当然是他想让我帮他追小双了。虽然他装富二代骗小双谈恋爱，但也是真心喜欢小双，所以想把他追回来。他没再继续追问，看起来应该是相信了。我去洗碗，你先去睡觉。我坐在沙发上和吴伟发消息，聊着聊着，突然感觉背冷飕飕的。我下意识回头，看到楚静涵跟鬼一样站在身后。你吓死我了！你怎么不出声啊？是你太投入了。你是不是在偷看我聊天？没有。真的没有。你把吴伟的联系方式给我。你要干嘛？担心我会对他做什么。我张了张嘴，收回视线，把吴伟的联系方式转发给了楚静涵。楚静涵微微点头，拿着手机坐在了沙发上，也不知道在做什么。发你了。我眯一会儿，你要是没睡着，7点你叫我啊。好。楚哥，我买了早餐，你要吃不？不吃。嘿嘿嘿，楚哥，你找我啥事儿啊？有吩咐你直接说。离我远点儿。你看这么远行吗？吴伟大概看出来他有点生气了，又朝楚静涵挪了几步。哥，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说吧，你这样怪吓人的。你会不会炒股？炒股？哥，你让我去打架还行，炒股你可太为难我了，我哪是炒股的料啊？上回我买个金亏了2000还没赚回来呢。刘茂炒股吗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回头我可以问问我三叔。无所谓，你先注册个账号，我让你买那只你就买那只。这是真的吗？没问题的，哥。还有，盯紧刘茂的动向，随时向我汇报。好，包在我身上，哥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小宋，来我办公室一下。好的，张经理。张经理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这个……张经理有话就直说吧。好吧，那我就直说了。是这样啊，鉴于你上班这段时间表现不是很好，所以呢，你明天就不用来了。房产销售本来就不好招人，而且刚入职的新人也没什么含金量，一大半人干不到1个月自己就走了，哪还用得着开除？就这事儿。我想到刚才进来时骊山脸上的笑意，忍不住问张经理，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？你知道就好。你说你们这些年轻人，算了，等会儿我让财务把工资打给你，你再重新找份工作吧。是骊山吗？他也配？行了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是他那个男朋友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咱们青城大部分房地产都是风月旗下的。风月你知道吗？老总那是刘总的好哥们儿，你也别怪我，我也是没办法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多谢张助理。您好，是要看房吗？对，我想买几套房出租用，没别的要求，要大，位置好，交通方便。那您来我们这里算是来对地方了，您的要求我们都能满足。您这边请，我来给您介绍。怎么就让他抢先了？怎么没见到宋允飞？让他来给我推荐。刚好路过的张涛闻言停了下来。谁？宋允飞啊，他不是在这里上班吗？我之前就联系过他了，他是还没来上班吗？我前脚刚把人开除，后脚就来这么大个客户，还点名要找宋云飞，这死丫头不早说。短暂的尴尬之后，张涛抬手一挥，将骊山推到一边去，露出一个谄媚的笑容，抢先开口：小宋啊，他出去拜访客户了，还没回来呢，我这就去打电话喊他回来，不知女士怎么称呼？我叫李妙，你就直接跟他说，他知道的。好的，李小姐先去 VIP 室内歇会儿，我去给小宋打电话。小宋啊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吃饭，怎么了？我的工资到账了。那什么，有个客户来了，叫李妙，你认识吗？之前以为李妙说要来买房只是客套话，没想到竟然真的来了，还来得这么巧。我刚好被领导给辞退了。我知道张涛要干什么，不慌不忙的。认识啊，之前他说要买房，既然他来了，张经理就好好招待吧，这可是大客户。张涛没想到我居然不在乎这个客户，有点骑虎难下了。人家指明要你来，要不你来一趟？可你都把我开除了，我已经不是锦龙的员工，要是来的话，不是让张经理难做吗？你先来吧，到时候等签了合同，提成也少不了你的。你来上班不也是为了挣钱吗？回来把提成拿了，何必跟钱过不去？到时候是走是留，你再自己决定嘛。我知道李妙是看在楚金寒的面子上才来买房，
根本不用担心会被张涛或者骊山抢走，所以我才这么淡定。既然张涛刚把我开除，我也是没那么容易回去的。唉，我刚交了房租，饭都快吃不起了，还能等到发提成？我刚才都已经找好一个日结的工作了。多大点事儿呢？你过来要是把合同签了，我个人给你4000块，够你吃饭了吧？你不会从我提成里扣吧？你看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我是在乎那区4000块的事儿吗？那刘总那边怎么办呢？你不用担心，你签了这么大的单子，公司没有理由开除你。他要是再敢来说这事儿，我直接去找封总投诉他。那好吧，我没钱打车了，张经理，要不你先把4000打给我。你赶紧来，把合同签下来，我马上转给你。好嘞，我这就来。赶紧去吧，客户都等着急了。李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才在外面都不知道你来了，你怎么不给我提前打个电话呢？我只是正好路过，就想起了这件事，所以干脆办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李小姐，这些你都看过了吗？有没有中意的楼盘？都看过了，不过看不太明白，还是你跟我推荐吧。我就是买来送给我爷爷奶奶，我看他们太闲了，想买来租出去，让他们收收租，免得他们整天出去捡废品。这有钱人的爱好还真特别。那你打算买几套呢？我也不想他们太辛苦了，暂时先买个10套吧。10套？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总算知道张涛为什么花钱也要把我喊回来了。这么大个客户啊！好的，我帮您看看。不用看了，你就找个离我爷爷奶奶家最近的楼盘，把合同拿给我签了就行。等会儿我还有事呢。啊，不去看看房子吗？不看了，懒得跑，我相信你。那行吧，我将所有资料拿了出来，选了个离李庙爷爷奶奶最近的楼盘。李小姐，你看一下这个楼盘，这里距离你觉得可以就行，直接签合同吧。卖出的房子能拿2%的提成，换算下来就是16万。我算是超额完成任务，每套房还有2000的奖金，还有些杂七杂八的补贴，总共加起来差不多有18万。上了快1个月的班，终于卖出去房子了。而且我应该算是新人里面卖出去最快的，虽然是沾了楚静涵的光，但也不得不感叹人脉和资源的重要性啊。李小姐，谢谢你啊，你谢我干什么？我买房子，你卖房子，大家各取所需而已，你不用多想。李妙以为楚静涵隐瞒身份泡妞，我不知道楚静涵的身份，所以才会借这个机会来与我攀关系。李小姐，晚上有空我请你吃饭吧。改天吧，我今天真的有事，改天有空我约你。行，那你有时间就约我。好的。对了，我看你跟男朋友感情很好，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也没多久，差不多半年吧。这样啊，真羡慕你们感情好。你就见了那么一次，哪里知道我们感情好了？我还羡慕李小姐呢，长得漂亮，还这么有钱。我有事先走了，有空再见。李小姐再见。喂，楚静涵，我赚到钱了，晚上你早点回来啊，我要狠狠庆祝一下。你有没想吃的？我都行。那好吧，我就随便买了，记得早点回来哟。好。你回来的挺早嘛，我还没做好呢。有需要我帮忙的吗？不用，我都准备好了。你尝尝看。这是什么？毒药，毒死你。怎么样？味道不错。马上就可以吃饭了，你再等会儿。一辈子这样下去，似乎也挺不错的。何总，怎么了？出事了，楼上那间我们谈好准备租下来的厂房，别人不租了，怎么回事？之前谈的好好的，马上就签合同了，结果那业主突然变卦，宁愿赔点定金也不租了。我怀疑是有人搞鬼。而且咱们现在这个车间不是还有2个月到期吗？刚才招商办的也跟我打电话说不会续约了。咱们这刚签了这么多单子，现在出了这事儿，要是突然搬厂，恐怕会延误交货日期啊。你有什么想法没？何总心里应该已经猜到了搞鬼的人是谁，所以何总有什么想法？何总心里怎么想的，大可直说。小楚，我这不是喊你来想办法吗？也不知道你跟那刘茂有什么过节，你先说说你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？无非是我走，刘茂大概率会就此收手，这是最直接、风险最小的选择。何总嘴唇动了动，没吭声，显然这也是他内心权衡的选项之一。当然，如果何总信得过我，可以让我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不过对何总而言，这个风险很大，无论何总怎么选，我都可以理解。你有办法解决？
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，这跟放屁有什么区别？5天内，如果我解决不了，我会自己离开。成，就按你说的来。不过你打算怎么办？说说看，让我心里也有个底。青城不是只有这一个工业区，何总就先去看看其他工业区的厂房情况，看有没有合适的。就算到时候没能解决，我即便走了，何总在这个工业区也会被他卡脖子。然后呢？我先去找封总，如果他肯帮忙，就万事大吉；若是他不愿管，我再想其他办法。可是刘茂是封总的心腹，你跟他又没什么交情，他恐怕不会管这件事。试试又无妨。行吧，那你试试。把你知道的刘茂才所有的信息全部告诉我。这我跟他也不是很熟啊。就说你知道的。对了，之前我听一哥们说，风月新开发的楼盘，刘茂想塞批不合格的建材进去，被封总那边的人给顶回来了。那家伙喝多了，在酒桌上发火，把那负责人连封总都给骂了一顿。我哥们那儿还有录音呢，我可以给你要过来。好。表妹这一回来就一口气买了10套房，还是买的自己家楼盘，这是什么新型的投资方式吗？当然，如果投资成功，这点钱至少能翻几百倍。表妹，你不是在跟我说笑吧？当然不是了，难道我会买10套房跟来你开玩笑吗？跟表哥透露透露。不着急，还在等大伯那边的调查结果，现在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跟我还卖关子？进来。峰哥，你找我？你最近是不是很闲？啥意思啊，峰哥 ？A 产业区那边有人跟我说，你给那些业主放话，说谁要是敢把厂房租给什么兴隆，就是跟你作对。老刘，你本事什么时候这么大了？刘茂愣了下，旋即很快镇定下来。峰哥，我也不想啊，实在是他们欺人太甚。就因为上次我在路上按喇叭，那小脾气冲的，上来就给我2巴掌。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我，不就是在打峰哥你的脸？这我能忍？我都跟何龙说了，让他开除那小子。何龙那老小子根本不把我的话当回事儿，甚至他还说连峰哥都不放在眼里。我看他是最近接了几笔订单，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，连他们都收拾不了，别人怎么看咱们？以后岂不是人人都能把峰哥你不放在眼里了？兴隆怎么听起来有点耳熟？兴隆，你说的那个业务员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楚晋涵，甩得跟258万似的。李姐，您甭担心，我铁定把他收拾得服服帖帖。到时候让他跪着来峰哥面前磕头求饶。够了，妙妙，你没事吧？你先出去。刘茂只觉得后背凉飕飕的，不知道自己哪句话说错了，也不敢反驳，点头哈腰的退了出去。表哥，你去给楚静涵道个歉吧。你是说让我去给那个业务员道歉？没错，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买10套房吗？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。你进去吧。峰哥，老刘，你不许再去兴隆的麻烦，听到没有？峰哥，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制衣厂，你难道还怕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私人恩怨私下解决，别闹到台面上。你倒好，大张旗鼓，恨不得全工业区都知道你刘茂在封杀一个小厂。怎么？你是嫌自己这些年太顺了，想找点刺激，还是觉得你在青城能只手遮天了？我没有，峰哥。算了，我懒得跟你说，你现在立马给我去兴隆道歉。如果他们不原谅你，你也不用干了。什么？为什么风让我给他道歉？封天豪怒视着刘茂，剩下的话都被封天豪的眼神瞪了回去。这2年你干的那些事儿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如果你现在连我的话也不听了，那我这座小庙恐怕容不下你这尊大佛了。好的，峰哥，我知道，我这就去道歉。早知道你们下班了，我就明天来了。刘总，您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，让您久等了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不知道刘总有什么指示啊？哎呀，之前跟你们公司这位楚兄弟闹了点误会，这不想来化解下矛盾吗？刘总客气了，既然是误会，说开就好。老哥，之前跟你们开那个玩笑，说什么厂房不租的，千万别当真，我那都是气话。楼上那间你们该租，价格好商量。这小子怕不是有什么阴谋吧？哎呦，刘总您可真是太仗义了，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来，喝茶喝茶。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，以后大家就是朋友了。今晚我做东，请你们去金樽喝酒，这事儿就当过去了，怎么样？哎，刘总您太客气了，这怎么好意思让您破费呢？而且今天确实不巧，晚上我跟小楚约了客户，要不下次我请刘总。那行吧，下次再喝，我就不打扰你们去见客户了。这小子到底唱的哪一出？应该是他上面的人发话了。你给封总打电话了？还没。也许是封总听到了风声，
想维护自己的名声，也许是别的原因，但除了他，没有人能让刘茂低头。那就好，看来封总还是个深明大义的人，这下可以放心了。还是谨慎点好，他明面上来和解，说不准都只是做给别人看，以后厂里出点什么事，就可以说与他无关了。不必想那么多，至少厂房的问题解决了，短期内他明面上不敢再有大动作。唉，这就跟头上悬把刀似的，洗脚都没心情了。楚静涵目光投向刘茂消失的门口，眼中闪过一丝冷意。他嚣张不了太久。何总注意到楚静涵身上那股无形又说不出来的气势，心里总觉得毛毛的。这2大个箱子好像也放不下啊。需要我帮忙吗？他怎么来了？不需要。他不是应该上班去了吗？那个，你不是去上班了吗？今天周六。楚静涵虽是在和我说话，但目光却在打量百玉。我也偷瞄了眼对面的百玉，这人心态很稳，任由楚静涵打量。你朋友？对啊，就同学，小学学长。我本来想说大学同学，但想到原主之前说自己没上过大学，就只能说小学同学了。博宇听到小学学长几个字，没忍住轻笑出声。没错，小学学长。你好，我叫百玉。昨天刚来青城，人生地不熟，才想起老同学。楚先生不会介意吧？你知道我？当然，云飞经常跟我提起你。你经常跟别人提起我啊？这电脑看着不像是95系，感觉被骗了呀。不知道楚先生在哪里高就？怎么，他没告诉你？这倒没有，只是云飞看起来过得不是很好，你不会苛待他了吧？平时你们就骑这个去上班吗？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，倏地从地上站起身，瞪着百越。你说完没有？我好得很，我晕车就喜欢骑电动车，怎么了？我还不了解你吗？骗骗别人就算了，可别把自己给骗了。我语是想方设法的挑拨离间，然后这楚静涵又怀疑我出轨了。真的没人管管我的死活吗？我走了，你们慢慢聊吧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告辞了。下次有机会再来拜访。楚先生还真是热情好客，下次你来还可以更热情。楚静涵，你可以帮我把另外一个快递拿回来吗？可以。好，谢谢。你的东西。谢谢。不行，我还得出去买个桌子。我站起身就要走，余光瞥见楚静涵直勾勾盯着我。你这样看着我干嘛？我真是出去买桌子呀。我又没问你出去做什么。越描越黑了是吧？你不会又怀疑我出轨了吧？没有。还没有，嘴角都快剁到下巴去了。我心中暗暗叹气，上前2步拉起楚静涵的手。她真的只是我同学，虽然我承认我魅力太大，喜欢我的人很多，但这也不是我能控制的。过我最喜欢的还是你。最喜欢？你还有第2喜欢的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心里只有你，你是无可替代的，谁也比不了。不然你想想看，我跟他认识这么久，要是真有点什么，不早就跑了，还能在这儿跟你租房子住吗？好啦，不要生气了。亲亲就不生气了，好不好？我没生气。亲亲就不可以生气了哟。不管了，不管了，先好好享受眼前最真实的一切。至于其他的，走一步算一步好了。